你誰啊？我不認識你。我是你媽。你別胡說，我媽早就不在了。你到底想幹什麼？你屁股後面有顆痣子，你对花生過敏，吃一顆嘴唇就腫。你5歲那年給媽媽畫過一幅畫，畫上有2條鯊魚，一條大的，一條小的是你。你還說鯊魚媽媽永遠不會離開鯊魚寶寶。那幅畫，全世界只有我和我媽知道。李女士，家屬都通知到了嗎？時間不多了。我知道，從3個月前確診那天我就知道。您還有什麼放不下的吗？要不要再聯繫一下您的孩子？不用了，他們早就不在我身邊了。3個月前那場高燒後，我做了一個荒唐到極點的夢，在夢裡我看清了一個真相，我林婉根本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人，我是一本叫《娇软美人》她又茶又飒的網絡小說裡一個連名字都很少被提起的角色，早逝的前妻，一個用來衬托女主角蘇曼完美人生的工具人。工具人，如果只是我一個人也就罷了，可那本書裡連我的2個孩子都被寫成了背景板。我媽媽沒有死，她只是去很遠很遠的地方了，对不对？她答應過我会回来給我織完圍巾的。而那個從出生起就被抱走，我甚至沒能好好看一眼的女兒林念，在書裡被設定成寄養在生父家中，長到18歲，縮在房間的角落裡，對着一張模糊到看不清臉的舊照片，小聲地哭。媽媽，我今天又被奶奶罵了。她說我比不上沈瑶姐姐，說我是個累赘。可是我不知道該跟誰說。在那個該死的故事裡，我的兒子会長成一個被人利用散盡家財的舔狗廢物，最後眾叛親離。我的女兒會被打壓到親手碎自己心愛的小提琴，從此放棄夢想，泯然众人。而這一切苦難，只為讓那位女主角蘇曼顯得更善良、更可憐、更值得被全世界寵愛。憑什麼？憑什麼我的孩子要給別人的圓滿當墊腳石？我做了一輩子的工具人認了，可我的孩子不行。如果還有機会，我一定要回去。我要讓全世界都知道，我林婉的孩子誰都不能动。这是一双白净紧致的手，不是那双缠满针管、瘦的只剩一層皮的手。我回来了，老天爺真的让我回来了！我回来了，却不对劲。我记得很清楚，自己離世的时候，林雨才5岁，林念剛出生，我現在是25歲的樣子。要是真回到孩子小时候，那身份對不上啊。那个日期，距離我記憶中離世的那一天，整整過去了18年。18年，我不是回到過去，我是帶着25歲的身體，穿越到了18年後。那林毅今年23歲，正好該上大3；林念今年18歲，剛好是大1新生。我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了。好，既然老天給了我這個機會，那我就一個一個把你們找回來。誰敢動我的孩子，我讓他付出代價。林雨，你可真行啊！人家蘇沫都當眾多少遍不喜歡你了，你還天天送花，要不要點臉啊？偏舔到最後一無所有，說的就是你嘛！林雨，蘇曼，這束花你收下吧，我真沒別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讓你開心。林雨同學，我真的一直把你當朋友，你這樣讓我很為難，也讓大家都來看你笑話，多不好啊！好一句把你當朋友，好一句讓大家看你笑話。短短2句話，既把自己摘得乾乾淨淨，顯出一副善良大度的模樣，又輕飄飄地把丟人現眼4個字穩穩坦蕩扣回了林雨頭上。而那個被所有人圍着指指點點，卻還傻乎乎護着對方面子的黃毛男生，是我的兒子，是我日思夜想要拼了命護住的兒子。我的兒子怎麼會被人欺負成這樣？讓一讓，走，跟我走。你誰啊？我不認識你。我是你媽。這什麼情況啊？哪來的瘋子？林雨，你媽不是早就沒了嗎？這小姐姐看着比你還小吧？該不會是來碰瓷詐賤的吧？快報保安啊！哈哈，你別胡說，我媽早就不在了，你到底想幹什麼？聽到這句話，我的心像是被一根針狠狠扎了進去，可我沒有退。你屁股後面有顆痣子，對花生過敏，吃一顆嘴唇就腫。你5歲那年給媽媽畫過一幅畫，畫上有2條鯊魚，一條大的，一條小的。你說大鯊魚是媽媽，小鯊魚是你。你還說鯊魚媽媽永遠不會離開鯊魚寶寶。那幅畫，那句話，全世界
只有我和我媽知道。不可能，我媽走的時候我才5歲，她要是還活着，現在也該40多了。你才多大？你別騙我。林宇，你3歲那年發過一次高燒，燒得說胡話，是媽媽抱着你在醫院走廊裡走了1整夜。你對花生過敏，吃1顆嘴唇就腫。你睡覺的時候，左手一定要攥着東西，不然就睡不踏實。這些你怎麼會知道？林宇同學，這個人來歷不明，你可別被騙了。要不要我幫你叫保安？那是我重生睁眼後在身上發現的唯一一樣東西，一張已經泛黃卻被人珍藏得很好的全家福。这是我家的照片，这是我媽。这一个字他喊得那麼輕，又那麼重。傻孩子，媽媽回來了，媽媽再也不走了。媽媽，我以為你不要我了，我以為這世上再也沒人要我了。慢點吃，沒人跟你搶，多吃點兒。兒子瘦得厲害，校服袖口磨得起了毛邊，那頭扎眼的黃帽髮根都已經黑了一大截，顯然是很久沒打理過。林宇，媽問你，你現在住在哪兒啊？學校宿舍。看着媽的眼睛說，你不住宿舍，那住哪兒？就在外面租了個小房子，挺好的，挺方便的。為什麼不住學校給你的房子？你怎麼知道？我當然知道，那套房子是我當年留給孩子唯一的最值錢的東西，一套地段極好、寬敞明亮的住宅。可現在我的兒子蜷縮在校外出租屋裡，連頓好飯都捨不吃。那套房子現在住的是誰？是蘇曼和她媽媽，他們家以前出了點事兒，沒地方住，特別可憐。我看他們孤兒寡母的不容易，就讓他們先住進去了。先住進去？住了多久了兩年多了。2年多？那你的生活費呢？媽給你留的錢呢？林宇，我每個月都把生活費分一半給蘇曼，她媽媽身體不好要看病，蘇曼一個女孩子在外面讀學也辛苦，我是男生，省一省沒關係的。所以你住着出租屋，吃着最便宜的麵，穿着磨破的校服，把媽留給你的房子讓給了別人住，還每個月倒貼一半生活費給那個當眾羞辱你的女孩。她沒羞辱我，她只是不喜歡我而已，是我自己不好，老是去煩她。我看着兒子這副被人賣了還替人數件的模樣，又心疼又氣惱，眼眶一下子就濕了。我忽然明白了，這就是那本書裡寫的，兒子善良愚直，被人利用而不自知。可我不信，我不信自己的孩子天生就該是個任人拿捏的傻子，是這18年沒人教他，沒人護他，沒人告訴他什麼是對，什麼是錯，是我這個當媽的缺席了太久。林怡，媽不怪你善良，善良是好事，可是利用你的善良去欺負你的人，媽一個都不會放過。那套房子是媽留給你的家，媽會把它一寸不少的拿回來。還有你的學業，媽聽說你這學期好幾門課都快掛了，是不是？你連這個都知道？媽是你媽，你的事兒媽都知道。從今天起，跟着媽，媽帶你把丟掉的東西一樣一樣拿回來，包括你的房子、你的前途，還有你做人的底氣。媽，我聽你的。走，兒子，咱們先去把你的頭髮染回來，你現在的頭髮太難看了。媽，今天出事了，林毅那個廢物今天突然多了個媽。不是說他媽早死了嗎？我也以為，可那女人拿出了全家福，林毅當場就認了。最麻煩的是，那女人看着根本不像好糊弄的。媽，你說她不會是衝着這房子來的？房子是林宇那個傻小子自願讓我們住的，他親口答應的，又沒立字據。再說了，這事兒背後可還有別人幫我們撐腰呢。你是說那位舅舅？噓，這話別亂說。總之你放心，天塌不下來。林宇的媽，那就來唄。我倒要看看一個死了18年又突然冒出來的女人能翻出什麼浪花。她不知道的是，此刻在城市的另一端，我正站在一家銀行的貴賓室裡。林女士，您當年托付我們打理的那筆資金，經過這18年的做作，現在的總額是？很好，足夠了，足夠我把孩子的一切都拿回來了。媽，要不算了吧，他們住着也挺好的，我再找個地方住就行。林宇，媽問你一句話，你要老實回答。你讓他們住進來，是你心甘情願的，還是被人逼的？你說。開始，蘇曼哭着跟我說他們沒地方住，我心軟了。後來我想讓他們搬走，可他媽媽說我一個大男人欺負孤兒寡母，要去學校鬧。
說始亂終棄，我怕影響不好，就没敢再提。明白了。喲，这就是林雨那个媽，看着挺年輕啊。林雨，你這是從哪兒請來的演員？我是林瑜的母親林婉，這套房子是我名下的房產，今天來是想請你們搬出去。搬出去？憑什麼？這房子是林雨自願讓我們住的，問他。蘇阿姨，話不能這麼說。林雨當時未滿23，名下房產雖是他的，但這套房屋的產權登記從頭到尾都在我名下，只是托管在他名下使用。你說什麼？這是房產證原件以及當年的產權信託協議，房子的所有權人一直是我林婉，林雨只有居住權，沒有處置權。換句話說，他無權把房子借給任何人。你們住進來，從法律上講，沒有任何依據。這不可能！你不是死了嗎？原來你早就打聽過我死了，才敢這麼明目張膽地占着我兒子的房子，是吧？阿姨，您別為難我媽媽，我們也是走投無路才厚着臉皮住進來的。林雨一直很照顧我們，我們也是真心拿她當親人的。林雨，你是不是也希望我和媽媽過得好？你以前不是一直照顧我嗎？換做從前的林雨，這會兒怕是已經心軟得一塌糊塗了。蘇曼同學，我問你幾個問題。阿姨，您說。第一，你媽媽生病住院是哪家醫院？花了多少錢？這些錢林雨出了多少？有憑證嗎？第二，你說你們孤兒寡母走投無路，可我昨天查了一下，你母親名下有2套商鋪在出租，每月租金不散，這叫走投無路？你查我？第三，昨天在學校門口，你當着所有人的面說林雨，讓大家看你笑話。可這2年是誰住着他的房子，花着他的錢？蘇曼同學，你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軟，轉頭卻在大庭廣眾之下羞辱供養你的人，你的良心不會痛嗎？我不是，我不是那個意思。你是什麼意思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這套房子，請你們3天之內搬走，否則我就走法律程序。到時候你們這2年佔用房屋的費用，林雨被你們拿走的生活費，連本帶利的要回來。欺人太甚！這事還用管到了你？我有什麼？是那位舅舅嗎？你怎麼知道？3天，我等你們的消息。媽，你剛才說的那些是真的嗎？蘇曼他媽媽有商鋪出租？真的，昨晚查的。那他們一直都在騙我是嗎？林玉，媽不是要讓你恨誰，媽只是想讓你看清楚，真正對你好的人，不會一邊拿你的東西，一邊在外人面前踩着你抬高自己。善良沒有錯，錯的是把善良給了不值得的人，還不自知。媽，我懂了。以後我會看清楚的。李女士，您讓我查的那個人有眉目了。蘇曼母女口中的那位舅舅身份不簡單，說那個人是江城地產圈一位姓沈的商人，您的女兒林念，這些年一直被寄養在這位沈先生的家裡。女兒林念被寄養在生父的遠房親戚家，從小被那家的親生女兒沈瑤處處打壓，被逼着放棄心愛的小提琴。原來如此，蘇曼母女背後的舅舅，竟然就是養着我女兒的那家人。這一家子早就連成了一張網。媽，怎麼了？林雨，你還有個妹妹。妹妹？她叫林念，今年18歲。這些年她一個人在一個不屬於她的家裡過得很不容易。接下來媽要去把你妹妹也接回家。我現在這副20出頭的模樣，怎麼跟一個18歲的孩子說我是他媽？媽，你別緊張。林玉，媽緊張的不是這個。你看媽現在這張臉，念念見了會信嗎？連你昨天不也是靠那些只有親媽才知道的事才肯認我的？是啊，媽現在看着頂多比我大幾歲，說出去誰信？那怎麼辦？先見到她再說。剩下的，媽來想辦法。那眉眼和鏡子裡年輕時的我一模一樣。哎呀，林念，走路看着點兒，
你这破琴盒別碰髒我衣服。对不起，沈小姐。对不起有什麼用？下個月的比賽你最好別去丟人。就你這水平也配上台？白瞎我家養你這麼多年。夠了，你誰啊？多管閒事。念念，抬起頭看看我，好不好？你長得好像我。我是你媽媽。你騙人！我媽媽早就不在了。再說你看着才多大，怎麼可能是我媽媽？你是不是又是那種騙子？是不是沈小姐又找人來跟我玩？我可沒找人，這瘋子打哪兒來的？自己說去。念念，你出生那天，媽媽來不及給你準備別的，只來得及把自己手上戴了多年的鐲子悄悄塞進了你的襁褓裡。鐲子內圈刻着一個字，刻着一個念字。念念，是媽媽給你取的名字。媽媽想你了，想了很多很多年。可是你這麼年輕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為什麼是這副樣子？媽媽以後慢慢告訴你。媽媽知道你現在沒辦法一下子全信，媽媽不急，媽媽用一輩子證明給你看。媽媽只問你一句，這18年你過得苦不苦？18年了，這是第一次有人把我抱得這樣緊，問我苦不苦。我要給我媽打電話。林念是我們家養大的，你說接走就接走。打吧，正好我也想見見你們沈家的人。念念，先跟媽媽走，鐲子的事，親子鑑定的事，媽媽一樁樁都會給你交代清楚。他年輕不像話，可不知道為什麼待在他身邊讓我安心。你自稱是林念生母，我可聽說林念的母親18年前就不在了。再說你這模樣20出頭吧，也好意思冒充人家媽，當我們沈家是傻子？我是不是生母便知，做親子定是這副模樣。沈太太不必操心，這件事自有人比你更想知道答案。吵什麼？是你？你怎麼會？你不是已經……沈維，好久不見。你看我這張臉，是不是覺得很眼熟，又很年輕？沈伯伯一向高高在上，可他看媽媽的眼神，怎麼像是怕？媽，你認識他？當年是誰把我的女兒抱走的？沈維，你比誰都清楚，對不對？今天是該清算的時候了。你們都先出去，我和這位女士單獨談談。老沈，你這是怎麼了？一個來路不明的女人，你跟她有什麼好？出去！林雨，帶妹妹去外面等，媽和這位先生說幾句話。媽媽不怕，媽媽就在這兒，很快。現在可以說了。沈維，你剛才那句你不是已經後面想說的是什麼？你真的一點都沒變，18年了，你還是當年那副樣子，這怎麼可能？你見過當年的我？何止見過。林婉，你大概不記得我了。18年前你出事的那家醫院，我是去探望病人的家屬，我親眼看見有人把你的孩子抱走了。是誰？是陈家的人。陈家，林念的生父，陈燕的家。对，当年陈燕的母親，也就是陳老太太，嫌你出身不好，配不上她兒子，在你生產那天，趁你昏迷，命人把孩子抱走，對外只說孩子沒保住。那你呢？我女兒怎麼會到了你們沈家？陳家把孩子抱出來後，本想送人，我那時剛失去一個孩子，妻子傷心欲絕，我看着那個襁褓裡的小不點兒，心軟了，就跟陳家要了過來。我以為是給孩子找了條活路，可我沒想到養在家裡，我太太和女兒會那樣待他。這些年我生意忙，常年在外，等我察覺到不對，孩子已經被搓磨成那副唯唯諾諾的樣子了。林婉，這件事我對不住你，也對不住孩子。你說你心軟，給孩子找了條活路，可18年，你明知道他有親生母親，明知道這背後是陳家的陰謀，你為什麼不去找？為什麼任由我的女兒在你家裡吃別人剩下的，穿發白的舊衣，被人天天踩在腳下？這就是你說的活路？還有，蘇曼母女是不是你介紹給我兒子林雨的？他們口口聲聲的舅舅，是不是就是你？你連這個都查到了？果然是你。
沈維，你一邊在我女兒身上贖罪，一邊又派人去算計我兒子，你到底想幹什麼？不是的，蘇曼那丫頭是我一個遠房表妹的女兒，我只是隨口提了一句你兒子林宇，說他名下有套房子，人也老實。我真沒想到他們母女會鬧成這樣。隨口一提，沈維，你捫心自問，你那一句隨口一提，差點毀了我兒子一輩子。陈家害我骨肉分離，沈家收養女兒卻任她受苦，蘇曼母女又借沈維的關係盯上了我兒子，這一樁都指向同一個源头。陳家，那個讓我在書裡在前世都失去了一切的家族。沈維，今天我把話撂在這兒。第一，林念我今天就要帶走，監護權收養手續你配合我辦妥，養育之恩我會按市價補償，但錯磨之過咱們另算。第二，蘇曼母女那邊你去跟他們說清楚，3天之內從我兒子的房子裡搬出去，否則鬧大了对你沈家的名声也没好處。好，我答應你。還有一件事，你說親眼看見陳家的人把我女兒抱走，那麼你願意在必要的時候出來作證嗎？作證，那就是要和陳家徹底撕破臉。我願意。这件事本就是我虧欠你們母女的。帶你去看晴空啊。媽媽，你沒事吧？沒事。念念，從今天起你就跟媽媽和哥哥回家，好不好？我真的可以有家了嗎？傻丫頭，當然可以，以後哥保護你。這是我18年來第一次笑得這樣安心，心裡又暖又酸。骨肉分離的真相已經浮出水面，接下來是時候去會一會那個高高在上的陳家了。99.99，這上面寫着，她真的是我媽。清貧也是你，融化是你。媽，哎，念念，洗手吃飯，媽媽給你煎了蛋。這18年從沒人為我做過這樣的飯，以後每天早上媽媽都給你做。多吃點，瞧你瘦的。前世所有的苦，到這一刻好像都有了意義。可我清楚，這份安寧是暫時的，陳家那邊遲早會有動靜。林姐，外面來了幾個人，氣勢洶洶的，說是陳家的。來的比我預想的還快，請他們進來。這位就是當年下令把我女兒抱走的人。你就是林婉。我听說有個女人自稱是那個孩子的生母，把孩子從沈家接走了。那個孩子，陳老太太，您連她的名字都不願意叫嗎？她叫林念，是我的女兒。你的女兒？我倒要問問，18年前那孩子是死是活，跟你這個生母又有什麼關係？你現在跳出來認親，是看上了我們陳家的家產吧？陳老太太，您可真有意思。當年是您嫌我出身不好，趁我昏迷把剛出生的孩子抱走，對外響稱孩子沒保住。如今我把女兒找了回來，您不但不愧疚，反倒打一耙說我圖謀家產。你血口噴人，誰能證明是我抱走的孩子？有人能。沈維親眼所見，願意作證。哼，一個外人的話能信幾分？林婉，我勸你識相點，陳家不是你能招惹的。那孩子當年既然送了出去，就跟陳家再無瓜葛，你也別想借着他攀上我們陳家。借着攀上陳家？陳老太太，您把話聽清楚了，我林婉不稀罕陳家的一分一毫。我今天要的不是錢，是一個道歉。我要您為當年活生生拆散我們母女，害我女兒受了18年委屈的事，給她道一個歉。習慣了用錢用勢壓人，所有跳出來的窮親戚要的無非是錢，可這個年輕女人竟然只要一個道歉。道歉？做夢！我陳家的人從不向誰低頭。是嗎？母親，您在跟誰說話？陳燕，林念的生父，前世那個本該護我周全，卻在我最需要時選擇沉默，任我沉冤莫白的男人。你，林婉，你怎么會是這副樣子？18年了，你怎麼一點都沒變？陳燕，好久不見。你不是……母親告訴我，你早就死了。是啊，在你們陳家眼裡，我和女兒最好都死了才乾淨。母親，她說的是真的嗎？當年的孩子還活着？燕兒，你別聽她胡說，這女人來路不明。沈維可以作證。陳燕，你若不信，
大可以去問他，去查當年的記錄。你的女兒叫林念，今年18岁，這18年她在沈家過的是什麼日子？你這個當父親的，恐怕想都想不到。我有一个女兒活了18年，而我竟然一无所知。看着她這副模樣，我心裡沒有半分快意，有的只是無盡的悲涼。前世我苦苦哀求過這個男人，求他幫我討回公道，求他認下女兒，可他選擇了退縮，選擇了聽從母親的安排，選擇了明哲保身，最終我含冤而死，女兒孤苦半生。如今重活一世，我不需要他的憐憫，也不需要他的愧疚，我要的是親手把當年的真相一樁樁獻給所有人看。現在你既然來了，那這話我也對你說一遍，我和念念不需要陳家的錢，不需要陳家的名分，更不需要你們任何人的憐憫，我們娘倆靠自己也能活得很好。對了，念念學琴很有天賦，下個月她要參一場比賽，如果你想看看你這個素未謀面的女兒長什麼樣，自己來吧。媽媽，我今天練琴，老師誇我進步好大。晚上回家我彈給你聽。前世那個低着頭不敢看人的小姑娘，正在一點一點重新學會笑，學會抬頭，學會相信這個世界，這就夠了。至於陳家的清算，我不急，我有的是時間。好，媽媽等着聽。念念真棒，這一世再沒有什麼人能阻擋我護住我想護的人。陳家的賬慢慢算，而眼下我要回家聽女兒彈一首只屬於我們的曲子。林婉，我們談談。我去查了，當年的事，母親她真的做了那樣的事。查清楚了是好事，證明你這個父親還有點良心。對不起，這3個字我知道太輕了。這太輕了。陳燕，你知道這18年念念是怎麼過來的嗎？她在沈家是個連傭人都不如的存在，穿別人剩下的舊衣，看別人臉色吃飯，學琴是她唯一的慰藉。可就連這點慰藉都要被人冷嘲熱諷。她那麼小那麼瘦，卻要獨自扛下所有的孤獨和委屈。我對不起她，林婉，我想補償她，我想認下這個女兒，給她最好的一切。念念現在過得很好，她有媽媽，有哥哥，有一個雖然不富裕卻充滿愛的家。你想給的最好的一切，無非是錢，是陳家的名分。可這些恰恰是她最不需要的。她需要的是從小到大那一句念念今天過得好不好，是有人在她受委屈時為她撐腰，是有人無條件的把她放在心尖上。這些你給不了，因為這18年你缺席了，錯過了就是錯過了。那我能見見她嗎？哪怕只是遠遠的看一眼。這個要問念念自己的意思，我不會替她做決定，但我不可以告訴她，她有一個生父想見她，如果見貨她不願意，請你尊重她。我尊重她的任何決定。林婉，還有一件事我想問，你這副樣子18年了，怎麼會一點都沒變？這個問題沈維問過，陳燕也問過，我那重活一世卻保留了年輕容貌的秘密，像一層窗戶紙，遲早要面對。陳燕，你信不信有些人是帶着前世的記憶重新活過來？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我知道很多你們以為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事，比如當年到底是誰對外散播我難產而亡的消息，比如陳家這些年明面上光鮮，暗地裡又有多少見不得光的勾當。你到底知道多少？我知道的足夠讓某些人付出代價。陳燕，我再說最後一遍，我不要陳家的錢，也不要名分，我要的是真相，是公道。當年害我母女分離的人必須付出應有的代價。這件事，你若願意站在我和念念這邊，我們既往不咎；你若還想護着陳家，護着你母親，那對不起，到時候我不會留情。她不再是記憶中那個柔弱的姑娘，如今的她，眼神銳利，氣場強大，仿佛掌控着所有人都不知道的秘密。我忽然覺得無比的陌生，又無比的令人心折。不用現在回答我，你回去好好想想，是親情還是利益，自己掂量。我等你的答案。陳燕的態度比我預想的要好，至少這個男人還沒有完全泯滅良心，但我不會因此就輕易相信他。前世
他就是因為優柔寡斷、明哲保身，才害了我們母女。這一世，我要看的是他的行動，而不是幾句道歉。林婉，出事了！陈老太太那边似乎察觉到了风声，开始动手了。怎么回事？她突然给我递了话，让我别多管闲事，还说要是我敢乱说話，就把我當年生意上的一些不乾淨的事捅出去。陳老太太這是要從原地上掐斷我的正人。沈巍，你別慌，他抓你的把柄無非是想讓你閉嘴，但你想過沒有，你今天退了，明天他還會用別的事拿捏你。這種人，你越怕，他越得寸進尺。我知道，林婉，謝謝你。這些年我做了不少糊塗事，但有些底線我還守得住。陳老太太想威脅我，沒那麼容易。我答應你的事，作數，該作證我作證。好，沈巍，這一次謝謝你。陳家開始反抨了，但這正是我想要的。只有把所有人都逼出來，亮出底牌，我才能看清這盤棋上每一顆棋子的位置。喂，是周律師嗎？我是林婉，上次拜托你查的關於18年前那家醫院那筆封口費的記錄，有眉目了嗎？好，把所有證據都給我整理好。還有，盯緊陳家最近的資金流動，我有預感，他們快要坐不住了。前世的那本書裡，我和女兒是被命運碾過的，連名字都不配擁有的小人物。可這一世，我要親手改寫這個結局，不僅為自己，更為那個終於學會了笑的女兒。夜色漸漸籠罩了城市，而一場真正的較量才剛剛拉開序幕。念念，別緊張，把它當成平時練習就好。媽媽和哥哥就在台下看着你。媽媽，我從來沒在這麼多人面前彈過琴，萬一彈錯了怎麼辦？彈錯了也沒關係。念念，媽媽要你記住一句話，你當台不是為了贏過誰，也不是為了證明給誰看，你只是在做你最熱愛的事。無論結果怎樣，在媽媽和哥哥眼裡，你都是最棒的。那雙眼睛裡沒有要求，沒有期待，只有滿滿的無條件的愛與信任。這是我18年來從未感受過的力量。我知道了，媽媽。念念，加油，哥相信你。沒過多久，我就察覺到斜後方的位置多了一道熟悉的身影。念念見或不見，我說了算。陳妍能守着這份分寸，遠遠的看已是難得。你是否愛過我？真的愛過我？終於輪到了念念。7號選手林念。那個曾經不敢看人的小姑娘，此刻挺直了幾倍。那是一首夢中的婚禮，像是在訴說一個關於等待、關於重逢的故事。那是他18年的孤獨、委屈和重獲新生的喜悅，全入進了音符裡。我为女兒驕傲。媽媽，我做到了，我真的做到了。念念最棒了。我妹妹就是厲害。念念，你彈得真好。念念，這位就是媽媽跟你說過的，你的生父。念念，我對不起。這18年，是我對不起你。你不用對我說對不起。小時候我也想過，他們為什麼不要我？我以為是我不夠好，因為我有了真正愛我的媽媽和哥哥。我現在很幸福，過去的事我不想再追究了，你也不必背着愧疚，就當陌生人，重新認識吧。這孩子用他的寬容放下了那段沉重的過往。好，謝謝你。我沒想到女兒會如此豁達，這樣好的孩子本不該受那18年的苦，造成這一切的人絕不能逍遙法外。媽，念念她
真的长大了。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得多。那个陈燕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还有陈家，陈燕那边看他自己的选择。至于陈家，该来的总会来。林总，18年前的封口费记录已經拿到，幾位當年的知情人也願意出面，證據鏈基本完整了。另外，陳家資金鏈異常，似乎在急着轉移一筆資產。證據齊了，陳家也露出了破綻。念念的比賽贏了，接下來該我為他討回公道了。這一戰，我志在必得。林婉，你又來做什麼？我不是說過了嗎？陳家跟你們沒有任何關係。陳老太太，今天我不是來認親的，我是來跟您算一筆舊賬的。陳老太太，這是18年前您給城西那家私人雞醫院的一筆封口費記錄，這是當年負責接生的護士以及經手此事的院方人員的證詞，他們都願意出面作證，是您在產婦昏迷期間下令將剛出生的女嬰抱走，並對外謊稱孩子沒保住。這是當年那個女嬰被輾轉送往沈家的完整過程。你這是從哪裡弄來的這些東西？全是偽造的。是不是偽造，法律會有公論。陳老太太，事到如今，您還要狡辯嗎？當年，您嫌我出身貧寒，配不上您的兒子，趁我難產昏迷，活生生的把我剛出生的女兒抱走，騙所有人說母女都沒能保住。您可知道這一個謊言毀了多少人的人生？我在病床上醒來，聽到的是女兒夭折的噩耗，那種痛您體會過嗎？我的女兒被送進沈家，做了18年連傭人都不如的小姐，受盡了冷眼和委屈。陳老太太，您當年一個自以為為兒子好的決定，讓我們母女骨肉分離18年，您於心何忍？母親，是真的，對不對？這些年，您一直騙我，說林婉難產去世，孩子也沒了。可事實是，您把我的女兒送了人，讓她在外面受了18年的苦。燕兒，我都是為了你好。那女人出身那麼差，怎麼配進我們陳家的門？那孩子留下來，只會拖累你的前程。為了我好，母親，您拆散了我的妻子和女兒，毀了他們的人生，您管這叫為我好？我寧願您從來沒有為我好過。念念，林婉，這件事是我們陳家的錯，是我母親的錯。我作為陳家的兒子，也作為念念的父親，向你們鄭重道歉。你們想要什麼樣的結果，我無條件配合。他要的從來不是把陳家趕盡殺絕，他要的是一個公道，一個真相，一個遲來了18年的道歉。陳言，你能這麼想，我很欣慰。我說過，我不要陳家的錢，也不要名分，我要的只是真相大白，只是那個該負責的人能正視自己犯下的錯。陳老太太，這些證據我手裡有完整的配份，我可以選擇把他們交給警方，讓法律來還我們母女一個公道，也可以選擇就此罷手。只要您親口向念念道歉，為您當年的所作所為真心實意的道一個歉。道歉？等等，奶奶，我不需要您的道歉，因為您就算道了歉，也換不回我失去的那18年。但是，我希望您能明白一件事：出身從來不能決定一個人的好壞。我媽媽雖然出身貧寒，卻是這世上最善良、最堅強的人。她靠自己的雙手撐起了一個家，把我和哥哥都教得堂堂正正。您當年看不起她，可如今需要被審視的人是您。我今天來不是為了讓您下跪，
也不是為了報復，我只是想親口告訴你，我和我媽媽過得很好，我們從來都不需要陳家。媽，我們回家吧。陳老太太，這些證據我暫時不會動用。念念說的對，我們不需要您下跪，也不屑於報復，但您要記住，他們會一直存在。是您後半生的良心，還是您應得的代價，就看您自己怎麼選了。母親，我會留下來陪你，但從今往後，念念和林婉的事，您不許再插手。陈家也该做點真正贖罪的事了。媽，說出那些話，我心裡痛快多了。念念，你今天做得很好，比媽媽想象的還要好。那是因為我是媽媽的女兒呀。困擾了我們兩世的心結，在這一刻終於解開了。林婉，這些年念念在沈家受的委屈，我都看在眼裡，卻一直沒有勇氣站出來。我對不起這孩子，這裡面是這些年念念在沈家應得的，卻被克扣掉的所有費用，還有一份我個人的補償。沈巍，錢我們不要，念念現在不缺這個，但你能有這份心，我替念念謝謝你。我知道錢彌補不了什麼，沈家我已經決定整頓一番了。柳氏和沈月那邊仗着我的縱容做了太多糊塗事，是時候讓他們清醒清醒了。哦，沈月在外面借着沈家的名头欠了不少債，還敗壞家风。我已經停了他的卡，让他自己去承擔後果。至於柳氏，這些年的家他也該反省反省了。一個家若是連最基本的善良和公道都沒有，遲早要散。沈巍，過去的事就讓它过去吧，沈家如何是你們自己的事。我只希望念念以後別再受到任何來自沈家的紛擾。這一點你放心，我以沈家家主的身份保證，從今往後絕不會再有任何人去打擾念念。困擾我兩世的幾樁心事，如今都塵埃落定了。陳家認了錯，沈家退了場，而我最在乎的女兒和兒子都好好的守在我身邊。今晚媽媽下廚，我們一家三口好好吃頓飯。好耶！我要吃媽媽做的糖醋排骨。媽，我下班就回，我帶瓶飲料。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平淡、溫暖，卻彌足珍貴。媽，這個排骨要焯多久呀？焯到變色就行。念念以後想學，媽媽慢慢教你。好呀好呀，我要學會媽媽所有的拿手菜。喲，我們家小廚神今天要出師了。哥，你別笑我，等我學會了，天天給你做好吃的。那感測好，哥我可就等着享福了。來，開動吧，念念多吃點兒。你看你這胳膊，瘦得跟什麼似的。你哥也是，工作再忙也得按時吃飯。知道了媽。今天琴行裡好多趣事，我慢慢講給你們聽。得，咱家小話痨又上線了。想起前世，那個雨夜，我和女兒蜷縮在冰冷的出租屋裡，連一口熱乎飯都吃不上。那時的我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能擁有這樣溫暖的團圓。老天爺待我不薄。媽，你怎麼不吃啊？沒什麼，媽媽就是看着你們心裡高興。來，我們碰一個，為了我們一家人以後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，為了念念越來越好、越來越自信，也為了我們這個來之不易的家。為了我們的家，平淡、溫暖卻彌足珍貴，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媽，
我考上了，我真的考上了。媽媽就知道，我們念念一定行。林玉的事業也蒸蒸日上，憑着自己的努力做到了部門主管，而我的公司在悉心經營下越做越大，成了行業裡数一数二的存在。至于陈家，陈燕遵守了承諾，留在母親身邊，約束着陳家的一切。而沈家在沈維的整頓下，柳氏和沈瑤都為自己曾經的所作所為付出了相應的代價。沈瑤的債務還得自己慢慢償還，柳氏也消停了下來。沈家的家風倒是漸漸正了過來，善惡終有其報，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選擇承擔着結果。念念長高了，也更開朗了。如今的她眼裡有光，臉上有笑，洋溢着少女該有的明媚與朝氣。林雨走在妹妹身邊，像一座沉穩的山，默默守護着她。夕陽的餘暉灑在他們身上，溫暖而美好。媽，我們回來啦！媽，晚飯吃什麼呀？回来就好，上來吧，媽媽給你們做好吃的。岁岁年年，平安喜樂，這便是最好的結局。